曾丫头，李默现在和磨坊负责整个徽州墨运，陈默愿领订单300铁。多谢三爷爷。诸位，有我陈继儒担保，大家尽可放心。潘默愿认150铁。谢潘掌柜，我也敢以潘默信誉担保，诸位不必担心。我黄默认领100挺，于默认领50挺。侄娘，感谢各位叔伯。这不就是施泽墨吗？这并非是施泽墨，啊？夏墨迅速，墨色光润黑亮，笔势顺畅，墨骨出城。品质的确与施泽墨无异。莫非这是施泽墨制成的载荷墨？载荷墨，载荷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，但是既名为载荷，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。能把这载荷墨做得跟新墨一样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真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以往的载荷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寄出来，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。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，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，用此来醒墨，那做出来的载荷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。有趣，有趣。既如此，邵管事，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载荷墨交付，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！镇长室，东家，八爷，这载荷墨虽然成了，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。就算咱们日夜赶工，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。邵大哥，你们家七栋，我们东家睡觉呢。睡觉？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，怕有人再来使坏，都2、3天没合眼了，非得自己守着。我这里有一些帖子，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，我进去看看他。说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哥，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。慌什么？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，不过是把用不了的陈墨拿出来翻翻新，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。不是，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，甚至还更好些。这怎么可能？尽长他人士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不是，退一步说，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，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，说什么都晚。对呀，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大公子，刚听说李默的邵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盯着。
各位叔伯，这李默进来的事情，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。今日请大家来此，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。少管事，劳烦您分给大家。这是在和磨磨坊。没错。丫头，这磨坊你改良过？三爷爷慧眼如炬。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此珍贵的方子，李家为何要公开？田家小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！田少爷说的没错，真娘确实有事，有求于各位叔伯。丫头，尽管开口。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，借5日使用权，协助真娘再和世泽磨。李真啊，李真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，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磨，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！是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，可这再和磨的法子，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磨、废磨重见天日。哎，这买卖划不划算，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！三爷此言差矣，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，这1日里生产的苏和油磨，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。笑话！我们卖1挺磨，本分分的赚个2成的利润。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磨，成本本就昂贵，顶着供磨之名，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，其中更是有1成利润直接进了磨商和书生们的口袋。此前书院的强制用磨的不正之风，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。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？我田磨上上下下那么多磨工要养家糊口，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！哎呀，真是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。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：这磨坊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，向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真娘想，若是墨守成规，那最终会自困手脚。如今李默公开的再和磨坊，确实是为解燃眉之急，但同时，真娘也想借此一举，破门户之见，开风气之先，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。说得好。甄丫头，李默现在和磨坊，负责整个徽州墨业。陈默愿领订单300挺。多谢三爷爷。诸位，有我陈继如担保，大家尽可放心。潘默愿认150挺。谢潘掌柜，我也敢以潘默信誉担保，诸位不必担心。我黄默认领100挺。于默认领50挺。真娘，感谢各位叔伯。七祖母，之前积压的世泽墨的订单，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。干得漂亮，这丫头，你辛苦了。李默的难关终于渡过去了。真娘，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，你合的已经不只是墨了，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呐。这丫头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七祖母，此番波折，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。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，让李家散了人心，让田家钻了空子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。今日，我便将这铭印还与七祖母，卸下内宅，
与磨坊的掌事权。这丫头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。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你这个老祖母，大睡了一通，一觉醒来，我们李墨，我们李家，好的不得了，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呀。你再看看你景东叔，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。文会那边说起真掌事，那是无人不晓，无人不服啊。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，打开了这个局面呐。可如果不是我掌这个家，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。还有那个李德才，也是我一时心软，将他放进了磨坊，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这丫头啊，这人心呐，都是有皱褶的。可你是个坦荡之人，没有那些曲曲绕绕的，做人直接，处事真诚。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，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。真娘知道了。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，要想恢复如初，那是不能了。真娘啊，七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，行吗？若是李家需要我，我自是愿意的。只是掌事一职内有大伯娘，外有景东叔，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。真娘，此次李墨能化险为夷，主要是你的功劳。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，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。景东叔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，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。你大伯娘呢，又有正佑要照顾，那更是无暇分身。所以，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，好不好？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，景东叔也求求你，好不好啊？既然七祖母和景东叔如此信任我，那我便继续做下去。哎呀，这全天下呀，除了我娘以外，也就七祖母和大伯娘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了。以后我常给你做。哎，大伯娘，正好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商量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咱们李家的儿女啊，不同于其他家的，打小除了上学堂以外，还要进磨坊帮工。即便将来不入磨业，也要对李家立足根本有所了解。我想着，这正佑如今也到了年纪了，若是您舍得，不若将他放在磨坊里，真娘愿意手把手的亲自教导他。正佑是您教导出来的好孩子，为人善良，心思细腻，处事大方。若是大伯娘舍得让他吃苦，他未来必定在磨业上有一番自己的天地。舍得怎会不舍得？他能跟着你学习，我就放心了。只是这孩子皮，你近日那么忙，我怕他来了给你添乱。哎，无妨的，让他先跟着我在磨坊里四处看一看，学一学。我小时候变磨的本事啊，便是这样跟着我爹、我爷爷学来的。等他大一些呢，我再教他搓灯草、烧烟台。我这手艺可是我爷爷亲自教的，整个磨坊的人都比不过我呢。我当然知道。大伯娘真是惭愧，我做了对不住您的事儿，你还处处想着我。
真娘，大伯娘今天来就是要郑重的向你道歉，是大伯娘不好，大伯娘做错了。都过去了，大伯娘，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这一家人不就是欠来欠去，还去还来的吗？恩也好，怨也好，越算不清的，这才是家人。快坐吧，大伯娘，来，坐。大伯娘这手艺啊，比我娘做的还好。以后我常给你做。哎，不许哭啊，大伯娘，今日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。好。好吃。这哥哥，你先让我看看嘛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烧出烟台，当然赶快拿给甄姐姐看。我也要学烧烟。你呀，还是先长到能够到烧烟的台子再说吧。哼，甄姐姐，甄姐姐，甄姐姐，你烧出自己的烟台了。这是你自己烧的啊？是正佑哥哥自己烧的烟台。正佑，甄姐姐曾经教过你什么样的烟台才算是好烟台？须得色黑细腻，质地轻薄才是好烟台。甄姐姐，这样的火候还不够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呀，正佑，虽然这烟台呢算不上绝好的烟台，但毕竟是正佑第一次烧出来的，值得纪念跟鼓励，很好。来，今日我跟你们讲讲爷爷们当年制墨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。甄姐姐，如果没烧出好烟台，大爷爷真的让景东伯伯和景福伯伯在雪地里站了整整1天吗？对呀。正佑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没有烧出好烟台呀？景东叔和景福叔没有烧出好烟台，是因为外面在下雪，烟棚里比平时冷，所以点烟的时候油温也得比平时更高些才行。没错，我懂了，我这就来回去烧一把。别着急啊。甄姐姐，郑瑞也懂了，郑瑞也要跟哥哥一起去烧烟台。好，去吧，别摔着啊。慢些。大伯娘，甄娘，哎，幼儿有没有捣蛋呀？正想跟您说呢，您看看，正佑烧的。真的是幼儿烧的？得亏大伯娘以前教导的好，这孩子聪明，一点就通。是你教的好才是。甄娘，今天是立冬，你一会儿回去把你爷爷和你娘都请过来，你七祖母啊亲自准备了迎冬宴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。哎。起身，景福媳妇儿，回来。